今天体验的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尺寸平板。那这款全新的第5代拯救者 Y700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抓紧来看。今年外观整体和之前变化不大，这次呢4个配色：碳晶黑、冰破白、蓝银绿、星光紫。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镜头 deco 处 Y700也有灯了，而且把闪光灯融合在流光灯效里，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开启之后这 RGB 确实非常有电竞的感觉。接着咱们对比其他家的小平板，看一看你更喜欢谁的颜值呢？侧边白色的边框衬托，让前面板更显精致，并且这里有扩展卡槽。作为游戏设备这扩展卡肯定是必不可少，特别是现在这个内存和存储价格疯涨，这个设计肯定是要好评的。这边对称双扬声器设计，横向握持呢不会遮挡，家族式的双 C 口这是亮点。一个接口充电，一个接口连接其他设备，每一个接口都支持68瓦的充电，包括 OTG 以及有线耳机。之前很多同学抱怨说，那现在几乎就找不到那种好的 LCD 屏幕的手机了。如果你确实看 OLED 屏幕没那么舒服，喊着 LCD 永不为奴，那主要应用于游戏娱乐的小平板就自然汇集了目前顶级的 LCD 的参数了。这次猎速电竞屏大小呢8.8寸，不管是打牌还是下棋，拿在手里是相当舒服。而且游戏观战的时候呢，还可以单手握持，上下边框呢稍窄一点，所以呢更推荐你横向握持。分辨率3040×1904，刷新率最高呢是165，408的 PPI 正常显示的细腻程度是绝对有保证。别忘了它可是 LCD， 没有像素缩水。其他参数部分呢和之前变化不大主要呢是升级了触控采样率。感觉官方可能也明白如果只是提升硬件参数带来的实际提升呢还不明显，那重点还是得把软件适配跟上。不少游戏的原生165赫兹以及原生3K 级别的画质，这次呢都是有跟上了。某种角度来说，那这次屏幕体验的升级确实是相当大的一次。这里咱们展示的是主流游戏原生的3K 级别的《第5人格》以及《光遇》，还有接近原生3K 画质的《明朝》。对于移动端这优化比较一般的《明朝》来说，确实只有平板这种性能强、力大专飞的产品才能够胜任高分辨率的游戏体验，和其他产品对比呢，优势还是挺明显的。接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目前在小平板上能够体验不少的主流游戏，包括最近热门的三角洲、和平精英，还有当年的经典QQ 飞车。另外几款热门的二游也开放了插帧的选项，还是对比友商的游戏画面，流畅度、精细程度都更进一步。回到常规测试，那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实测一下亮度。全面显示白色图片呢，手动最高602，自动最高799，对比之前的 LCD 两款竞品还是有一定优势。扬声器超线性双扬声器，实际播放效果咱们对比一下其他产品。City lights are blazing loud at night. Neon dreams take flight under endless skies.Echoes hum like a soft jazz piano tune. Dancing shadows sway beneath the silver moon. I'm caught in rhythms that are tough to tame. Feet hit the ground but I don't know my name. Korean whispers lace the air with a pull.Beats pop like fragments invincible。 拯救者 Y700 第5代呢是娱乐游戏为主的小平板，那双 X 轴线性马达也没落下，游戏震动调教的也是比较细腻。这次拯救者 Y700 第5代搭载了最新的旗舰处理器，也就是第5代高通骁龙8至尊版，再搭配满血版的 LPDDR5T 内存以及 UFS 4.1 Pro， 组成新的性能铁三角。看一下跑分的部分首先 CPU Geekbench 6呢单核 370U， 多核超过11000。GPU 部分 Still Nomad Lite 分数来到3167。看一看这几张对比的图表，那各项跑分呢都要超过同样级别芯片的大平板，这个配置可以说是拉到头了。再看一下 AnTuTu V11的跑分表现同样是不错。
来看实际游戏表现，由于目前的第5代骁龙8以及其他同代的芯片的平板还都处于陆续上市的阶段，所以呢，详细的对比数据咱们后面再呈现。那这期咱们主要就看实际的游戏表现。简单不看了咱们直接看原神，30分钟平均帧率59.9，实际分辨率呢可以达到1724×1080，功耗6.93。那温度部分正面最高41.2，背面的40.3。接着我们加大负载，30分钟崩铁黄金时刻，平均帧率59.9，功耗来到了9.73。对于平板产品来说毕竟这面积大功耗呢可能是次要的部分，纯粹的游戏场景能够顶板曲线才是王道。那正面最高温度43，背面的42.6。得益于更大的 VC 液冷散热面积，再加上 AI 调度算法，在高负载场景下也能够提升帧率和稳定性。另外，全关散热架构呢定制了主板和电池，让处理器的位置更加居中，避免你打游戏的时候握持区域发热，让实际玩游戏的时候呢温度的感知就没那么明显。那我们接着来到新地图2维室，再开启短视频直播，再进行一轮测试看一看它能不能撑得住。30分钟结束14瓦的平均功耗，这看着是非常吓人了。但是回头一看，帧率呢还是非常稳定。不过这回温度就很高了，正反面都来到了47.6以上，长时间高负载不掉帧，这就是游戏平板的强大之处。当然如果小伙伴真的有直播同时还要玩游戏多个重要任务的时候，建议呢还是要配合相应的散热设备。前面说了这次 Y700很多游戏都开始支持更高的分辨率，画质上去了，流畅性如何？来看一下明朝，我们选择拉古大城跑图，单独调节分辨率，其他的画质呢来到均衡档位默认设置。可以看到高分辨率下这个压力确实是足够大，曲线也开始有波动了。不过呢，帧率还是可以维持在59以上难能可贵。温度稍高一些，超过47，所以呢，建议这种超高负载的话，还是使用散热背夹辅助。前面说了，今年 Y700呢补足了很多软件部分，游戏的特色功能有哪些优势咱们逐个来看一下。之前就颇受好评的视野模式得到优化，这次呢新增了超广视野和极限下可以选择不同比例显示，让游戏视野呢提升更大，这可以说是物理外挂。另外，这次拯救者 Y700第5代升级了 AI 战场感知系统 2.0， 其中呢 AI 声纹猎手 2.0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敌人的脚步声音，让你更准确、更方便的发现敌人的位置。还有 AI 像素狙神 2.0， 对于射击类的游戏开镜拖动更平滑，在使用高倍镜这种武器的时候呢，画面更清晰。还有 AI 网络加速，不同的设备在同一个 WiFi 下同时玩游戏，那 Y700第5代的网络延迟呢会更低，游戏也会更稳定。去年可以配合游戏手柄畅玩 PC 游戏，而今年配件则是更加的丰富了。首先是可拉伸手柄 G3， 即插即用让你的平板秒变掌机，加一起重量497克。别忘了这可是一个8.8寸的大掌机。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尺寸稍小一点的主流掌机，拯救者这个真的不算重了。当然，这个拉伸手柄它是通用的，你自己的手机呢也可以使用它。如果觉得拉伸手柄一体性不强这还有一款之前就引起热议的，能让你的平板秒变掌机的游戏手柄 G9 2026款。相比较前一代呢，它变成了圆形按键，同样也是可以支持老设备。具体功能可以看前面咱们这个视频。还是那句话官方下场直接做配件，适配程度呢更好用心程度是直接拉满。以前我们经常说这种小平板去玩模拟 PC 电脑的3A 大作，这是小众需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的设置过程特别的麻烦，无论是模拟器的安装、运行、配置、调整，都有比较高的门槛。就算是按照热心网友的教程一步一步来操作，也得琢磨大半天。但是呢，这一代也就是第5代 Y700 在游戏助手当中就内置了 PC 模拟器，还增加了动态虚拟容器技术、高性能转译引擎一系列的专门为模拟器优化的技术。现在我们为你展示的就是使用小平板运行最新的《生化危机9：安魂曲》的实际画面。这是本地运行这可不是云游戏，毕竟是这个小平板的尺寸，在帧数、流畅性这几个方面呢都还可以接受。毕竟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串流嘛。而如果我们玩一玩这个优化更好的老一点的3A 大作比如说是《鬼泣5》，那游戏的帧率可以稳定在50以上。如果是降低难度一些掌机场景的闯关类的2D 的游戏，帧数超过100帧也问题不大，可以更充分的利用这块超高刷新率的屏幕。当然还是要提醒你，这些模拟器转译场景它的散热压力还是挺大的，推荐使用散热背夹。而这个 G9 手柄的背部中心也是预留了散热孔位。看完2个形态的手柄，再来看一个最有特色的拯救者 Y700 平板街机底座，最后插入灵魂。怎么样是不是又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夏天？实话实说就算不上手去玩，只看它当做一个童年的手办也是非常的精美。这还是正版 IP 授权的，
没错啊，合金弹头3，熟悉的角色，下方拯救者 SNK 正版授权，迫不及待赶紧投几个币。2块钱没了，你以为我真不会啊？这不管是外观上还是游戏方面啊，都充满了童年的回忆啊。当然，它原本的底子框架就很好，横竖2个 Type-C 接口啊，玩法就特别多。只不过之前咱们都是自己一顿改造，那现在官方直接下场，特别是这次的街机底座啊，绝对给你惊喜。就是不玩啊，摆在这里都觉得非常的好看。赛博手办，而且我有一个悄悄说啊，就是你不一定是最新这一代，前面的几代我插进去也是可以用的。至于其他型号啊，咱们再琢磨琢磨。最后呢是充电续航，这次 Y700第5代搭载的是9000毫安时的电池，充电器呢68瓦，同时支持 PD 3.0、QC 3.0。实测一下续航，常规5项测试最终剩余电量是64%。充电部分呢，实测充至显示100%，用时58分钟，涓流充电时长是1小时01分钟，最大功率呢是55瓦。因为是有2个接口啊，所以边充边玩也没什么压力。那拯救者 Y700第5代有着适合握持游玩的甜点尺寸。无论是重度负载的手游，还是搭配手柄以及模拟器运行本地的 PC 游戏，体验都不错。那这次呢，还在各个游戏类型当中做了大量的适配工作，让很多硬件的升级啊，都真的能够落实在实际的游戏里面。16:10的屏幕布局呢，像是追剧、办公这样的日常需求啊，也可以兼顾到。外观部分有惊喜啊，像 Deco 区域的流光灯效、屏幕炫彩效果，情绪价值啊是给的挺足。对于这次的升级，满分10分，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最后啊，你还希望这个小平板增加什么功能呢？大家可以留言，没准啊，官方就在咱们视频区能看到。咱们下期再见。